我倾尽心力让衰败的老街重归繁华，不料物业经理贪心不足，强行上涨50%租金。我没反驳，转头找到家人，连夜带着4家店铺搬离。半个月后，老街客流归零，经理彻底慌了，求我回来。下月起，你这铺子租金涨50%。50%？这涨幅也太夸张了！别废话，签字或者滚蛋，2选1。当初整条老街冷冷清清，是我带头签约，才把人气做起来的。过去的陈年旧事我懒得听，现在这块地段值钱了，租金自然水涨船高。我给你2天时间考虑，想不明白就赶紧搬走。刘总，你放心，入口这家糖水果很快就能空出来，你等着接手就好。实话跟你挑明吧，早就有人盯上这间黄金旺铺了，就你这小小的糖水铺，谁来做都一样。所以你故意涨租，就是想把我赶走，转租给别人。是又如何？识相的就趁早搬走，别在这里自讨苦吃。行，我考虑2天之后给你答复。这才对，别心存侥幸，抓紧时间。他只盯着我一家发难，自以为拿捏住了我，却根本不知道老街里几家撑起整个商圈的核心店铺，全都是我们林家的产业。别露出破绽。张强恶意涨租逼我搬店，还暗中联系了新商户想抢占铺子，我打算不在这儿继续做了。太过分了！我们一家人辛辛苦苦把这条街做旺，他们反倒过河拆桥，落井下石。要走咱们就一起走，绝不留在这儿受气。没错，我们这店里的老客户、熟客都是奔着我们来的，你去哪儿，我们的玉器店就搬到哪儿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阿晨，张强恶意涨租逼我搬店，我决定撤掉糖水铺了。张强，他竟敢过河拆桥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别冲动，我不是来让你帮我吵架的，我早就想好对策了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陪着你。酒店这边所有事情我来安排，人员、物资随时可以撤离，咱们不看他脸色。小浩，张强逼我搬离糖水铺，咱们几家准备一起从这条老街撤走。姐，我早就不想在这破街上开了，对面新开的高端商业街，定位、客流、环境都更适配我的潮玩店。店里的货品、货架，我立刻安排人手清点打包，随时都能动翻搬迁。还好一家人心意贯通，没人愿意继续留在这儿受气啊。接下来大家表面正常营业，别露出破绽，私下悄悄收拾货品和设备。我要送张强一个大惊喜。哟，动作倒是挺快，看来是彻底想通了。既然决定了，自然要早点收拾妥当。嘿嘿，这就对了，别做无谓的挣扎。我对接的新商户天天来催进度，就等着接手这些黄金铺面呢。放心，不会耽误你们转租。算你懂事儿，这地段以后价值只会越来越高。你这小铺子确实撑不起场面。裤子大小凭本事经营，就不劳张经理费心营骗了。与其盯着我，不如管好老街该做的服务。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实在抱歉，临时断电影响大家用餐了。今天营业就先到这里，我给大家办理退款。街区线路检修，停电在所难免。不光断你这边的电，冷库同步关停管控，库里存放的货品全部暂扣封存。检修期间取不出任何货物，想拉货转运，趁早打消耨头。检修偏偏只停我一家，冷库也特意封锁。张经理这是故意为难我吧？哼，那又怎样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停电封货梯就是故意针对你。识相点，就赶紧收拾走人，别在这里耗着。靠这种下作手段逼我离开，未免太过难看。我本就打算搬走，不用你再三逼迫。还敢嘴硬！现在店里断水断电，门口有人看守，冷库也彻底封死。你的大件设备运不出去，生鲜食材锁在冷库里拿不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硬撑多久。大家别慌，把手头东西收拾好，咱们现在专心打包撤离。林姐，水电全停，门外还有人守着，现在收拾真能顺利离开吗？越是被刁难，越不能乱了阵脚。食材尽快分类打包密封，小件器具全部装箱，属于我们的东西一样都不能留下。张强摆明了就是没占到便宜，走之前也要找我们事儿。他能挡住一时去路，拦不住我们整队搬迁。我早就敲定了对面高端商业街的新铺面，愿意跟着我一起过去的，往后咱们继续共事。林姐，我们都愿意跟着你，可对方处处设卡，想走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先把物资整理妥当。办法我来想。收拾的倒是挺快，怎么真以为能就这么走掉？店铺正常解约搬迁，
我们只是带走私人物品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方便？在我的地盘上想走可没那么简单。你以为收拾好东西就能一走了之？我们按合同流程解约，押金手续全都齐全，凭什么不让我们离开？合同归合同，规矩归规矩。我刚刚巡查发现，你这家店铺多处设施受损，地面、墙面都有不同程度磨损，还有部分配套器具丢失。按照规定，这些损耗都得照价赔偿。店铺日常使用产生正常损，本就在租赁协议约定范围内。交接前我也仔细检查过，设施完好无损。你这分明是故意找茬。我说不合格就是不合格，整个老街的设施验收全由我说了算。不把赔偿款结清，今天你们谁都别想踏出这里半步。你这根本就是强人所难，摆明了故意敲诈。少在这里乱扣帽子，要么乖乖赔钱结清损耗费走人，要么我就上报物业，暂扣你们所有物品，慢慢核验追责，到时候损失只会更大。你故意捏造问题索要赔偿，这笔钱我绝不会付。哼，租赁合同白纸黑字，真要理论，咱们大可找第三方过来核验。还敢跟我讲条件？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。第三方核验，在这条老街轮不到外人来插手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在问题没有处理完毕前，所有人和物品一律原地滞留。刘总，您可算来了！我带您实地看看这间旺铺，位置俱佳，绝对能让您的新店生意火爆。就是这里，看着乱糟糟的，卫生也太差了吧？可不是嘛，之前的店主经营散漫，把好好一家铺面弄得又乱又脏。不过您放心，等他搬走，我们会彻底翻新打扫，保证焕然一新。店铺刚刚收拾物品，暂时有些凌乱，每日营业结束，我们都会全面清洁。轮不到外人随意诋毁。做生意讲究门面，就这环境，也难怪做不出什么大动静。我接手之后，不光要重新装修，连格局都得全部改动。刘总眼光独到，您入驻之后，这里档次直接提升一大截。我已经催了很久，奈何对方一直拖延，迟迟不肯搬走。占着铺面不肯走，无非是想多赖几天。我劝你识趣一点，早点腾地方，别耽误我开业。我们是正常解约搬迁，从来没有故意拖延，反倒是你拿卫生设施说事，刻意阻拦。这里轮得到你个小职员说话吗？铺面我一定会腾出来，但前提是结清所有手续，停止无端刁难。不把设施损耗的赔偿交齐，手续永远别想加购。刘总，咱们先慢慢看房，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。墙面泛黄，陈设老旧，看的人毫无消费欲望。也不知道当初这条街是怎么把人气做起来的，都是靠着老杰早年的底子罢了。如今地段升值，自然要换成更有实力的商户。刘总，您放心，等他一走，这间店马上就能焕然一新。一间店分铺能不能留住客人，靠的是用心经营，不是靠外表浮夸。我们在这里经营多年，口碑和客源都摆在明面上。客源？等我新店开业，用不了多久，这里的客流都会被我吸引过来。倒是你，搬走之后能不能站稳脚盖不一定呢。刘总，您先敲定装修方案，我保证3天之内让这里彻底清空。至于里面的人和东西，我自有办法处理。别再出什么岔子，耽误了开业进度，我这损失你可赔不起。看到了吧，新老板已经就位，整间铺贩马上就要易主。我最后再问一遍，赔偿款到底交不交？不合理的赔偿，我1分都不会出。好，既然你油盐不进，那就别怪我执行硬性规定。给我把店门彻底锁死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从今天起，全面封存店内物品，等待逐项核查。别急着锁门，在你动用权力为难我之前，有些事咱们不妨摊开来说说。你还想什么花样？事到如今，说再多都没用。这段时间你频繁多新商户接手铺面，
私下向丹峰所索要介绍费，变相吃回扣，还借着管理职务收受好处。这些事你以为没人知道？我手里不仅有聊天记录，还有转账凭证，证据样样齐全。你血口喷人，无凭无据就想乱说话，是不是污蔑？你心里最清楚。真要把这些证据交给市场监管和你们物业总部，再拨打帽子叔叔的电话，你这个经理的位置还坐得稳吗？到时候可不只是丢工作这么简单。你故意拿这些事要挟我？我从没想过要为难谁，是你一次次恶意涨租、断水电、封通道，还凭空捏造损耗费，百般刁难。现在我把话撂在这儿，立刻让开，从此别再来找我们麻烦。若是继续胡搅蛮缠，我马上提交所有证据。都让开！算你狠，今天我就放你们走，但咱们山水有相逢，你别得意太早。林老板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你们一家都是老街的人气商户，能选择入驻咱们商业街，我们十分欢迎。麻烦王经理久等了。之前在老街被诸多琐事耽搁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我都有所耳闻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我们这边向来秉持公平经营的原则，绝不会出现恶意涨租、刻意刁难商户的情况。这间整层商铺位置优越，客流稳定，各项配套设施也一应俱配，完全满足你们4家门店同时经营。场地我之前已经实地考察过，各方面都很合心意。我们全家的店铺都会搬迁到此，后续会尽快完成布置，早日开门营业。那就太好了。合同之前基本敲定，现在咱们简单核对细节，走完最后流程就行。后续装修、物资进场、水电对接等问题，你尽管开口，我们物业全程配合。张经理，大事不好了！瞎嚷嚷什么？没看我在打电话？出事了，您快去看看！街区中心的玉器店、中段的精品酒店，还有街尾那家潮玩店，全都在收拾货品、拆卸设备。大大小小的货车都停在门口，看样子是整店搬迁。什么？全都要走？这怎么可能？所有人跟我走，赶紧去路口拦住他们，绝不能让这么多店铺一起搬走。所有车辆和物资都不许动，全部停下！我们按照合同办理解约手续，搬运自家项目合情合理，你凭什么拦路？你们几家店铺生意红火，客源稳定，老街有老街的规矩，无故集体撤店，总得给我一个说法。开店经营，去留本就是我们商户的自由，何须向你报备？自由？你们几家都是街区主力店铺，突然集体搬迁，会严重影响整条老街的运营。我看你们分明是受人挑唆，故意跟着起哄闹事。我们几家店铺租赁合同都已到期，商议后统一决定不再续租，属于正常搬离，并非无故撤离。说的倒是轻巧，好好的生意不做，偏偏集体搬走，分明是故意跟我作对。我们全都按流程办好了解约手续，清点搬运店内物资完全合规。你身为管理人员，无端带人拦车、扣押货品，还纵容安保围堵，已经超出了正常管理范畴。原来是合同到期不苏租啊！人家走正规流程，确实挑不出毛病。做生意来去自由，哪有强留的道理？这么拦着未免太过了。都让开！行，你们要走我不拦着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离开了这条老街，你们未必能站稳脚跟。经理，自从林婉他们几家店铺搬走之后，整条老街冷清了不少，以往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，现在街上行人寥寥。周边不少小店一整个上午都没做成几笔生意，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这件事，接下来可怎么办啊？用得着你说？我自己看不见。刘总，林婉已经搬走了，铺面彻底空了，你赶紧安排施工队进场装修，抓紧时间开业，千万别耽误黄金营业期。
这可是整条街位置最好的旺铺，只要正常经营，绝对爆火啊！放心吧，张经理，施工人员我早就安排待命了，马上进场连夜赶工，2天之内保证完成装修，准时开业。等奶茶店一开业，整条街的人气就能拉回来。林婉，咱们走着瞧，迟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姐，没想到搬迁之后生意反而更红火了，好多老熟客一听说我们搬来这边，特意绕路过来消费。大家愿意支持我们，就是最大的底气。新街区管理规范，配套也完善，往后我们安心经营就好。我那家精品酒店的老客几乎全都跟着迁来了，今天还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入住。没错，咱们玉器店名气大，顾客根本不会管在哪儿街上开。我还听说这几天老街人流量衰减，这下该轮到他张经理慌了吧？张经理，我门店已经正式开业了，你亲自去看看吧。所谓的黄金旺铺，如今门可罗雀，路过的行人寥寥无几，忙活一上午根本没做成几单生意。那个新店开业都需要慢慢积累人气，顾客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，你再耐心等等，情况一定会好转。还要等？我连夜赶工装修，又花钱做开业优惠，每天房租、人工、食材都在不断消耗，我可耗不起。当初你信誓旦旦保证客源火爆，现在这个局面，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。做生意本就有风险，谁能保证稳赚不赔？我只是负责出租铺面，难不成还要包你客源不断？风险？当初是你把这里吹成聚宝盆，引诱我高价接手。如今整条街冷冷清清，根本不是经营的问题，是你把人气全都做没了。张经理，我们今天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。林婉他们几家搬走之后，整条街就彻底冷清了。我们小店接连几天都没有生意，实在撑不下去。没错，原来还指望着新开业的奶茶店引流，结果根本没人来。我们商量好了，再看不到起色，就统一申请解约搬走。大家再坚持一阵子，我会想办法引流，尽量把人气拉回来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整条街区人心涣散，核心客源早就跟着林婉他们走了，这块地段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值钱。要么你帮我解决亏损问题，要么我们就谈退租，赔偿我的装修和营业损失。当初租赁合同白纸黑字，盈亏本就是商户自己承担，我可没法给你赔偿损失。再说铺面位置没变，是客源自己流失，这账算不到我头上。要不是你之前恶意涨租，百般刁难，把林婉几家主力商户全都逼走，整条街怎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是你一手毁掉了这里的人气，现在反倒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，租金一分不少，赔偿更是不可能。你要是实在做不下去，就自己想办法转让铺面，别再来缠着我。从今天起，门店全面开启特惠活动，所有饮品直降1半，再加满减买赠活动，持续1周。我就不信低价还抢不来客人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本就营收微薄，再大幅降价完全没有利润可言，长时间坚持根本扛不住啊！到底谁是老板？立刻按我说的做！姐，对面奶茶店接连降价促销，动静闹得不小，还有不少客人特意过来跟我们说起这事儿呢。一时的低价吸引不了长久客源，我们靠着多年积攒的口碑和稳定品质做生意，不必跟风内卷，做好分内服务就够了。价格都压到这份上了，优惠力度也给足了，怎么还是留不住客人？难道大家就非要认准对面的店不成？老板，不少客人临走时都在抱怨，整条街就咱们一家店开门，周边冷冷清清的，逛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饮品是挺便宜的，但这条街也太冷清了，除了这家奶茶店啥都没有，坐一会儿都觉得无聊。是啊，喝完咱们就去对面的商业街吧，那边店铺多，逛着也热闹。既然单纯降价不够，那就再加福利。接下来3天活动继续做，凡是到店堂食的顾客额外赠送特色下午茶，我就不信吸引不到人气。何老板，现在每天已经在亏钱了，
再额外赠送。先别计较一时得失，按我说的执行。另外，光靠路过的客人撑不起场面，还得想想其他法子。你现在立刻把门店优惠活动拍成视频，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和周边社群，文案写的细则一点，把周边的客源全都吸引过来。好的，老板，我马上剪辑发布。只是线上推广也要额外花钱，现在店里本正在亏损，再追加推广费用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现在必须赌一把，只要流量起来，后续就能慢慢盘活生意。快去办！瞧见没有？线上推广加上福利活动双管齐下，效果立竿见影。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整条街的人气都能被我带起来。老板说的是，今天从开门忙到现在，队伍就没断过，这几天总算是热闹起来了。喂，刘总。张经理，你这会儿忙不忙？有空的话，不妨来我店门口看一看。看什么？难不成你店里的生意有转机了？何止是转机，你过来亲眼瞧瞧就知道了。刘总，你就是咱们这条街的救星啊！以后门店经营、场地协调这些事儿，你尽管开口，物业这边一定全力配合，绝不拖后腿。我都排20多分钟了，前面动的也太慢了，这出餐效率也太低了。本来看着网上宣传优惠大，还送下午茶，才特意跑过来，结果光排队就要耗这么久。这条街除了这一家店，周围空荡荡的，连个落脚休息的地方都没有。早知道就不来凑热闹了。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轮不到我们，别在这儿干耗着了，还是去对面商业街吧。老板，店里就这么多座位，大家全顾着打卡拍照，一时半会儿空不出多少位置。外面排队的客人怨气很大，已经有不少人中途走掉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容易出客诉啊！怎么办啊？那就现在临时更改规则，从今往后不再区分堂食和外带，所有到店消费的顾客一律额外赠送1份下午茶。老板，这样绝对不行！原本只有堂食顾客才能领取赠品，现在所有订单都送，亏损只会越来越严重啊！啰嗦，把客人留下来才是最重要的，赶紧回去干活。刘总处事就是灵活，懂得及时调整策略，也难怪能把生意做这么红火。听说对面奶茶店最近在网上大肆宣传，优惠力度看着确实诱人，哪天咱们也去看看吧。劝你别去，我中午特意绕过去凑了个热闹，队伍排得老长了，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拿到东西，体验感太差了。我刚才刷短视频也刷到那家奶茶店了，看着优惠挺大，但一想到老街空荡荡的样子，就没打算过去。还是这边热闹，东西也合口味。姐，这几天不少客人都在议论这件事，咱们要不也搞个活动吧？不用，做生意靠的是口碑，打价格战不是长久之计。老板，这3天的全部账目都核算完毕了，您看一看。怎么可能？每天那么多人排队，怎么会亏得更厉害？老板，人流量大不代表能赚钱。一份饮品半价出售，本身利润就微乎其微，再额外附送1份下午茶，等于每一单都在亏本。客人越多，亏损就越大，再加上线上投流的费用，这3天相当于一直在倒贴钱做活动。是啊，老板，这3天我们连轴转，一刻都没休息。本以为能扭亏为盈，没想到亏得更多了。再继续这样做活动，用不了多久，店里的流动资金就会彻底耗尽。要不咱们赶紧叫停所有优惠活动，恢复原价吧。再撑下去，店铺真的撑不住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更换所有饮品的原料，鲜奶换成奶精，新鲜水果换成罐头果粒，茶叶、糖浆也全部改用最便宜的品类，配料分量减半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老板，这绝对不行！现在客人就是冲着饮品口味来的，一旦偷工减料，口感会大打折扣，大家一尝就能吃出来，到时候口碑就彻底毁了。都这时候了，谈什么口碑？不压缩成本，店铺直接关门倒闭。按我的要求去做，对外严格保密，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原料更换的事。慕名来打卡这家网上很火的奶茶店。
宣传说的天花乱坠，但是入口之后奶味很假，明显是奶精勾兑，果肉寥寥无几，整体口感非常敷衍。你们这款招牌奶茶，宣传用的是新鲜鲜奶和现切水果，为什么实际喝起来差距这么大？配料分量也严重不足。这位先生，我们门店正常经营，你不要随意拍摄，也不要乱说话。我是本地美食探店博主，看到你们大面积宣传，特地过来体验。线上宣传用料实在，性价比超高，实际到店却偷换廉价原料，缩减配料，这属于虚假宣传，以次充好。你这是故意抹黑，请立刻删掉视频，马上离开，否则我就叫人了。做生意讲究货真价实，敢这样做，就别怕被人曝光。今天这件事，我一定会如实发布出来，提醒本地的消费者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争执了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做博主的，无非就是想要好处。直说吧，多少钱你才愿意删掉视频？岂有此理！我做探店的测评，一向只为真实分享体验，绝不会收好处篡改事实，靠花钱摆平问题。不如好好反思自己的经营方式。难怪最近喝着味道不对，原来是偷工减料了，再也不会去了。拿着低价引流，背地里弄虚作假，这种店就该曝光。之前排了好久的队，没想到用料这么差，踩雷了。老板，现在网上全是负面评价，没人愿意上门消费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柳如烟，你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！虚假宣传、偷工减料，被博主打假，整条老街的名声都被你败坏了。现在门店差评满天飞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现在出了事就全都怪我。当初是你把这间铺子吹成黄金旺铺，哄我高价租下来，如今生意做砸了，你反倒跑来兴师问罪。租铺经营本就是你情我愿，盈亏自然由你自己承担。可你弄虚作假被全网曝光，连累整条老街跟着背上骂名，往后还有谁敢来这里开店消费？你这是把所有人都拖下水，必须由你赔偿损失。凭什么让我赔偿？要不是你当初恶意涨租，硬生生把林婉他们几家主力商户逼走，这条街何至于落到这般地步？客源本就所剩无几，我好不容易靠活动拉起一点人气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你们倒是一个个来指责我。就是重提有什么用？现在眼下的烂摊子必须解决。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全都怪林婉，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不对劲啊！吃完你们家糖水没多久，肚子就疼得厉害。我也是一阵一阵的绞痛，该不会是食材不新鲜吧？两位别着急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实在抱歉，我先给你们倒杯温水，咱们慢慢说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肯定是你们店里的东西有问题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吃完就闹肚子？这事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理解两位身体不适的心情，我们门店一直严格把控食材与卫生，每天食材当日清，后厨也随时接受查验。如果真是用餐后出现不适，我们愿意配合去正规医院做检查，所有费用由我们承担，查清原因再说。检查？谁知道你们会不会暗中动手脚？反正今天这事儿没完，我现在就拍照发网上，让大家都看看，你这就是家黑店。既然两位身体难受，那就别再争执了，我马上打120送你们去医院做全面检查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一点小毛病而已，没必要叫救护车。身体不舒服可不能硬扛，真要是食材引发的问题，尽早检查治疗才稳妥。吃出问题不第一时间治疗，反而还拍照，看着倒像是故意找茬的，真不舒服哪会拒绝去医院？就是，人家主动送医还推脱，这摆明了心里有鬼。不用你假好心，我们现在感觉好多了，不去医院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今天这事闹得大家都看见了，不查清楚，
不仅影响我们门店，对各位食客也不负责任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让大家受惊了。大家放心，我们开店一直坚守品质和卫生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安排的人根本没用，那2个人做贼心虚，当场就露了马脚，不仅没掀起风浪，反倒让周边客人都看明白了。我也没想到林婉反应这么快，就是故意上门碰瓷儿。原本想着用最简单的法子搅黄他的生意，谁知道偷鸡不成吃把米。硬碰硬上门找茬肯定行不通了。林婉那家糖水铺口碑扎实，老顾客多，小打小闹根本撼动不了他。我刚才一路过来，仔细想了另一条路子。当初和林婉一起从老街搬走的还有3家店，玉器店、精品酒店，还有一个年轻小伙打理的门店。这几家当初都是老街的主力商户，客流底子很厚。你的意思是，把这些商户再劝回老街？没错，只要能把这批商户请回来，整条老街的人气就能瞬间回暖。到时候林婉孤身一家留在新商圈，独木难支，生意自然会慢慢下滑。而且只要商户回流，我这边的租金管理压力也能缓解，你的奶茶店也能借着整街的人气重新做起来，这比单纯针对林婉一个人要稳妥得多。这个思路倒是可行，可现在人家在新地方站稳了脚跟，凭什么愿意回来？事在人为，姿态放低一点，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。我打算推出大幅让利政策，房租、物业费、管理费全部减免，再额外补贴装修费用，给他们安排整条街最优的铺面。人都是趋利的，这么大的优惠摆在面前，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。张经理，咱们真要挨个去找那些商户吗？当初闹得那么不愉快，人家未必愿意搭理我们。面子不值钱，现在能盘活老街才是正事儿。我拟定的优惠条件足够优厚了，租期前半年房租全免，1年之内物业费、公共管理费全部由物业承担，而且铺面位置任由他们挑选，还补贴一部分门店翻新费用。这么大的福利，普通商户根本拒绝不了。明白。那咱们先从哪一家开始？先去前面那家玉器店，店里是一对中年夫妇在经营，好沟通。林总，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聊聊回老街经营的事儿。回迁，我们早就搬出来了，没打算再回去。现在老街推出了扶持政策，只要你们愿意回去，前半年房租全额免除，1年内所有物业费、公共管理费、水电公摊全部由物业承担，不用你们出1分钱。不用说了，不管政策怎么变，我们都不会回去。你们请回吧，不再好好考虑一下，错过这次机会，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。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慢走不送。唉，张经理，第一家就直接拒绝了，看来这事比预想的难办。老东西目光短浅，不愿挪地方也正常。下一家去前面的精品酒店，负责人年轻，酒店面积大，免房租对他吸引力肯定大。苏总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想请你搬回老街，如今老街空了不少铺面，我们还专门出台了回迁扶持政策。不必多言，我没打算搬。苏总，我知道搬迁有成本，所以才给足补贴，前半年免房租，1年之内所有物业相关费用全免。另外，保安，过来送客。岂有此理！又是一个油盐不进的。经理，要不我们再去街角那家潮玩店试一试？小林，我知道你忙，我就长话短说，回老街开店吧。现在政策很划算，整条街的好位置随便你挑。谁稀罕去你的破街？现在老街不一样了，你还年轻，做生意得看重实际收益。让我算得比你轻，赶紧走，看见你就烦。放着现成的好处不要，一个个都这么固执，他们脑子进水了。我倒想知道这片新商圈到底有谁在，让他们死活不肯挪地方。经理，看来靠优惠拉拢商户回圈的计划彻底行不通了。我开出这么优厚的条件，居然没有一个人动心。正常商户根本不会拒绝这种好事，
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在背后牵头穿梭，把所有人都绑在了一起。您是说林婉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当初就是他带头搬走，现在这些人又全都围着他扎根。依我看，他背地里肯定用了不少见不得光的手段，威逼利诱同行，才让所有人步调一致。可我们没有证据，贸然指责也站不住脚。眼下的局面就是证据。软办法走不通，那我们就来硬的。他能暗中留人，我们就能把这些事儿捅出去。你现在回去整理文案，我联系柳如烟，联手在本地论坛、短视频平台、商户社群里扩散消息。您打算在网上发声？就说林婉故意挑唆老街商户集体搬离，用不正当手段拉拢同行，垄断新商圈客源。再结合前几日他店里有人用餐不适的事儿，添油加醋，说他门店卫生不达标，食材有隐患，多注册几个账号，大面积传播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口碑再好，能不能扛得住全网的负面言论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回去准备。真是太过分了！那个张强游说我们回迁不成，居然就在网上乱造谣，说姐用不正当手段拉拢商户，还污蔑糖水铺卫生有问题，颠倒黑白。玉器店也有老顾客拿着网上的内容来问我，是不是真的被人胁迫留在这边做生意？好好的生意，被这些流言搅得人心不安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总不能任由他们随意造谣，任由污水泼在我们身上吧？沉默只会让谣言愈演愈烈，我们必须主动站出来澄清。现在网上的舆论怎么样？林婉那边是不是已经乱了阵脚？帖子和视频一直在扩散，不少网友都在跟风评论，他的口碑肯定受到影响。我倒要看看他接下来还能怎么应对。但愿这次能彻底打压住他，让他的生意一落千丈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快看这份声明！国风糖水铺林婉、玉器店林氏夫妇、精品酒店苏晨、潮玩店林浩4人为直系亲属及配偶关系，所有门店为家族统一规划经营，搬离老街均为自主选择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跑前跑后游说有什么用？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人。事到如今，再盯着他们也毫无意义。旧商户一心不肯回头，我索性另起炉灶。我打算对整条老街重新整体规划，全面翻新升级，打造一条高端商业街，引进品牌门店和精品业态，彻底换一批商户。打造高端商业街，那是好事。等人气起来，我的奶茶店也能跟着盈利。想的倒是美，你这间店占着整条街最核心的临街旺铺，饮品业态和高端定位格格不入。按照新的规划，你必须搬走，把这个位置腾出来。让我搬走？当初整条街死气沉沉，是我咬牙租下铺面撑场面，我还处处帮你周旋。现在眼看要改头换面，你反倒第一个赶我走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我是物业经理，一切要以街区整体发展为重。要么你主动撤店，要么我就大幅上涨租金，两条路你自己选。好啊！当初你用涨租逼走林婉，如今又想用同一套手段对付我。我们之前联手谋划，一起对付外人，你转头就过河拆桥。商场本就利益至上，谈什么交情？你生意做砸，口碑尽毁，留在商业街也是拖后腿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逾期不搬，我就按物业规定强制结束。张强，你王八蛋！张经理，大老板突然到总部了，特意吩咐让您立刻去他办公室一趟。是为了老街升级的事儿吧？后续招商计划我都梳理好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回正轨。不像，老板脸色特别难看，手里还拿着一摞调查报告，看着火气不小。您过去一定要谨慎应对。识相的就赶紧搬走，希望我下次过来，你已经腾出来位置了。你自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管理出来的老街。老板，这里面有些事存在误会，我可以慢慢跟您解释。误会？报告写得清清楚楚，
现在整条老街90%铺面空置，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，这是误会。当初林婉一行人是老街的主力商户，偏偏恶意涨租，百般刁难，硬生生把人逼走，这也是误会。我当时也是想试着挽留商户，只是用的方法不妥当。方法不妥当？不，后来你还伙同他人上门碰瓷，跑到各大网络平台恶意造谣抹黑同行，把整条老街的名声都搞臭了。现在整个商圈的商户、品牌方都知道咱们这里物业形势蛮横，谁还敢过来开店？全完了！我知道之前做错了，所以才重新规划布局。我准备对老街全面翻新，打造高端商业街，引进品牌门店和精品业态。只要优质商户入驻，人气和收益都能慢慢恢复。哼，打造高端商业街，你未免想得太简单了。这几天总部安排人对接各大品牌和连锁商家，对方一听到老街的过往，全都直接拒绝。名声一旦烂掉，不是靠几张规划图就能挽回的。只要我们拿出丰厚的入驻福利，放宽管理要求，总会有商户愿意合作的。改造方案、预算我都已经准备齐全，只要总部审批，马上就能动工。给你1个月的最后期限。老板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1个月之内，你必须完成招商任务，让老街恢复正常客流与经营秩序。如果期限到了，整条街还是如今这般消愁模样，那你就收拾东西走人。林老板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们几个是特意从老街过来找你的。几位老哥老姐，好久不见，快坐下来歇歇。看你们脸色都不太好，是不是老街那边出什么事了？何止是出事，现在老街那片已经彻底没法做生意了。我们实在走投无路，思来想去，也只能过来问问你，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。想当初，最开始整条老街冷冷清清，没人愿意入驻，是你最先带头签了合同，安稳经营，慢慢把人气做了起来。我们几个也是看着你做的踏实，才跟着一起搬到老街开店。那时候大家互帮互助，生意虽不算大，但好歹安稳度日。可谁能想到，如今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也听说了一些风声，张强接连逼走商户，整条街越来越萧条。你们慢慢说，到底具体是什么情况？自从柳如烟的奶茶店被张强强行赶走以后，老街就彻底乱套了。张强一门心思要搞什么高端商业街，看我们这些小本经营的便民小店不顺眼，3天2头找各种理由刁难。今天说我们门头装修不符合规划，明天又说货物摆放违规，处处挑刺。不光是故意找茬，他还悄悄涨了基础租金。我们做的都是小买卖，利润本就微薄，租金一涨，再加上街上行人一天比一天少，每天开门营业，除去成本和房租，根本赚不到钱。我们几个私下也商量过，继续留在老街，早晚也是撑不下去。可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，本钱不多，人脉也有限，想换个地方开店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铺面。大家心里都慌得很，当初是跟着你一起扎根老街，如今走投无路，第一个就想到了你，想来问问你，有没有什么出路能指给我们？我明白大家的难处，都是一起相处多年的熟人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这件事儿，我来帮你们想想办法。这片新商圈管理规范，业态也丰富，我试着去和这边的物业沟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你们搬迁过来入住。真的吗？林老板，那可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我们早就听说这边商圈环境好，管理公正，只是我们人微言轻，也不认识这边的负责人，压根儿不敢上门打听。我们也不奢求什么黄金旺铺，只要能有一间普通铺面，让我们继续做点小买卖，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足够了。你们照赶好店里的生意，我去找一下王经理。林老板，稀客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店里生意一切都还好吧？托王经理照顾，店里一切都挺顺利的。今天过来，确实是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，还希望您能行个方便。你尽管说，只要是我职责范围内能办到的，我都会尽力配合。是这样的，之前和我一起在老街经营的几位商户，都是做小本生意的老实人。如今老街物业管理混乱，负责人一心搞不切实际的高端改造，几个人走投无路，想搬到咱们这片商圈来开店。所以我特地过来问问您，咱们这边还有空余铺位，能不能接纳他们入住？林老板，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。你也清楚，咱们这片商圈整体定位是综合型高端商圈，从入驻业态、商户资质到门店装修标准，
都有统一的规划和要求。而且目前商圈内的空余铺位本就不多，剩余的几间位置都不算理想。王经理，您的考量我完全懂，但我想跟您介绍一下这几位商户，他们都不是投机取巧的生意人，在老街经营多年，诚信本分，拥有不少固定的老顾客。现在咱们商圈里多的是精品门店，偏偏少了这类便民小店。来往的住户、上班族，平日里想买点日用杂货，还要跑出很远。如果有他们入驻，反而能让整个商圈的配套更加完善，人气也会更足。话虽如此，可商圈前期规划已定，贸然引进一批小型散户商户，总部那边也会提出质疑。再者说，他们刚从困境里走出来，想必资金也比较紧张。咱们这边正常的租金、物业费标准，对他们而言压力也不小。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，他们都是小本生意，资金有限，所以我也厚着脸皮想替他们争取一些扶持政策。另外，我可以保证，他们入驻之后一定会严格遵守商圈所有管理条例，不会破坏商圈的整体环境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还愿意出面担保，那我就破例一次。太感谢您了，王经理。林老板，怎么样？那边的物业同意我们入驻了吗？大家别担心，事情谈妥了。王经理看在大家都是本分生业人，破例同意让你们搬迁过来，而且还为你们申请了专属扶持政策，前3个月全部免租金，半年之内不用交物业费和公摊水电，装修和入住手续也会简化办理。太好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林老板。我们本来都已经不抱希望了，没想到还能遇上这样的好事，不仅有地方开店，还有这么优厚的政策。是啊，3个月免租金，一下子就能帮我们省下一大笔开支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人退租。张经理，不好了，原先留在老街的几家小商户刚刚集体递交了退租申请，都说今天就结清尾款，彻底搬走。搬走就搬走，正好合我心意。我本来就打算逐个清掉这些低端小业态，他们的店铺格局、经营品类跟高端商业街的定位完全不搭。如今他们主动要走，倒是省得我再挨个上门劝说，找麻烦了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啊，眼下整条老街90%铺都空着，这几家一走，街上就彻底颠覆正常经营的门店了。老板给的1个月期限本来就紧张，到现在我们一个商户都没谈下来，街区空成这样，后续怕是很难向总部交代。你担心的事儿，我早就考虑到了。你看，这是我托人脉好不容易拿到的一批优质客户联系方式，里面全是做轻奢潮牌、高端茶饮这类业态的负责人。现在商户全部离场，正好腾空所有铺面，接下来专心做招商就行。你现在就拿着名单，挨个打电话对接。张经理，总算约下了几位品牌负责人，对方答应前来实地考察，提前安排人手清扫街道，当天我亲自出面。几位老板能抽空过来考察，实在是太给面子了。我先跟各位抖底，我们已经敲定了整体升级方案，整条街道会全面翻新，未来就是主打轻奢零售、精品品茶饮的潮流圈。哼。张经理，说实话，眼前这番景象和你描述的高端商业街相去甚远。整条街冷冷清清，没有客流，硬件环境也跟不上，根本承载不了我们的品牌定位。做高端生意，客流、氛围、配套缺一不可。这里如今一片萧条，就算后续翻新装修，短时间也聚不起人气。我们不会考虑在这里入驻，合作就此作罢。两位老板，麻烦再停一停，大家再好好权衡一下。我们给出的扶持政策真的十分优厚，翻新工程马上启动，用不了多久整条街就能大变样，错过这次机会实在可惜啊！什么高端品牌，眼光也不过如此，就凭着眼前一时的冷清就全盘否定，根本看不到长远的发展潜力，一个个挑3拣4，真以为离了你们这条街就做不起来了？老板，确实没能谈成，对方还是顾虑当下的人气问题。不过我还在想别的办法，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商户。跟着我期待。我明白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想尽办法把商户招进来，盘活整条街道。张经理，我刚才去周边转了一圈，打探到一个消息，林晚的那家国风糖水铺最近研发推出了多款新品，口味反响特别好。网上不少人都慕名前来打卡。
光是他一家店就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，连带整片新商圈的人气都跟着水涨船高。可人家的热闹跟咱们现在窘境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总部留给我的期限越来越近，再想不出办法，我这个位置就保不住了。经理，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吞吞吐吐？咱们老街从前能维持正常经营，全靠林婉。如今高端招商这条路已经彻底走不通，想要短时间内把人气拉起来，也只有请回原先那批老商户。而那些人如今都十分信任林婉，只要他愿意出面说句话，事情未必没有转机。你说的对，现在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。我放下身段，亲自过去找他试一试。李老板，冒昧过来找你，有件事想求你帮忙。张经理如今掌管着整条老街，还有什么事需要来找我？我知道过去是我不对，之前行事太过迁急，接连刁难各位商户，把大家逼得走投无路。现在老板给我下了死命令，再盘活不了街区，我就要被开除了。当初你一心要打造高端商业街，嫌小本业态拉低档次，主动把人一个个清走。如今计划落空，又想起这些老商户了？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利令寻昏。我现在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出面劝劝之前老街的几位老板，让他们搬回老街继续经营。只要他们愿意回去稳住人气，租金物业费我全部一降再降，以往的矛盾我也一概不提，往后绝对不会再故意刁难任何人。当初大家在老街本本分分做生意，是你涨租价，故意找茬，硬生生把人逼走。如今大伙儿在这里经营安稳，还有优惠政策，没人愿意再回去受气。李老板，算我求你了，帮我劝劝大家回去过渡一阵子，不然我就要被开除了，日后生计都成问题。你不必如此，人心已经伤透，信任也早就没了。不管开出什么条件，都没有人愿意重返老街。你还是另想办法吧。李董说了，现在就让你滚蛋。还是这里好，踏实经营，待人以诚，生意才能长久红火。现在酒店入住率爆满，我都考虑要不要开一家分店了。听说老街彻底空了，张强也被开除了，贪心不足，仗势欺人，终究是自食恶果。做生意也好，做人也罢，靠的从来不是权势和算计，守住本心，善待他人，才能行稳正远。你觉得张强为什么从头到尾只盯着你发难？你真以为自己过得很幸福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初我们和张的矛盾，明眼人都看得明白，无非是他贪心涨租，想抢占旺铺罢了。他一个打工的物业经理，再贪也不敢无端把你们几家大商户往死里逼。这里面藏的门道，你怕是到现在都一无所知。你可以问问你的好丈夫，是否知情。店里忙完了，怎么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刚刚柳如烟来过了，她说当初张强执意针对我们，背后另有隐情，还让我来问问你这件事。当初张强恶意涨租，难道还有别的缘故？柳如烟话里有话，说张强一个物业经理，没胆子公然逼走整条街的核心商户，是有人在背后撑腰。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？我一开始确实不知情，但从我们搬离老街之后，我越琢磨越觉得整件事是对。张强行事嚣张，但向来趋利避害，不可能无缘无故把我们往绝路上推。我就私下找人查了他的资金往来和通话记录。查到什么了？我查到，在他提出涨租之前，收到了一笔大额转账，转账人是我母亲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我知道这件事说出来，你心里一定会不舒服。我母亲思想传统，一直念叨着让你关掉店铺，回家待着，不想让你整日在外奔波操劳。我猜到他是逼于无奈才想出这种极端的法子。他不想我做生意，大可以当面沟通，何必花钱收买外人，用这种逼迫的手段？是我考虑不周，不该一味隐瞒。事到如今，躲也躲不过去。我们现在就回家，当面和我母亲把所有话说开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店里不忙吗？妈，我们今天回来是有件事要跟您求证。什么事？当初在老街，是不是您私下出钱找到张强，授意他故意刁难婉婉，逼他关掉糖水铺搬离？没错，是我做的。妈，我想知道您这么做的理由。婉婉，
你每天守着店铺，起早贪黑，熬夜破货，接待客人，实在太辛苦了。我们家条件尚可，根本不需要你靠做生意谋生。我多次劝你放下门店，回家安安稳稳过日子，一家人在一起，可你始终不肯听劝。我实在没办法，才出此下策。我明白您的心意，但经营糖水铺是我真心热爱的事业，并非单纯为了谋生。我靠自己的双手努力生活，过得充实又踏实，并不觉得辛苦。事业和家庭从来不是对立的，我不想因为任何人的想法放弃自己的追求。妈，婉婉有自己的理想和坚持，我一直都全力支持她。您盼着抱孙子的心情我们理解，孩子的事我们会顺其自然，但您不该背着我们动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逼迫他。这件事不仅搅乱了整条老街的秩序，也伤了彼此的情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是我糊涂了，只想着按自己的想法安排你们的生活，却忽略了你们的感受。我不该背地里耍手段，这件事我向你们道歉。以后我不再干涉你们做生意，我也不再催促，你们想怎么生活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。之前隐瞒你是我的不对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再对你有所保留。过去了就不提了，一家人坦诚相待才是最重要的。以后咱们就安心守着各自的生意，一家人和和气气的，比什么都好。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生活。